时运附魔的工具是会在破坏掉方块的时候增加掉落物的提升。那么这里有些工具的时运附魔呢也有所不同。这里呢我就要和你分享每种时运工具会对哪些物品掉落物的几率提升，还有就是时运的附魔呢可以通过哪个方式可以获得到它们。第一个要和你分享的是时运附魔的获取方法。这里最普遍的方法获取时运附魔，也就是在这个附魔台上附魔而获取到。除了这个方法获取到时运附魔，你还可以通过与村民交易、钓鱼、打开遗迹的战利品宝箱或打开宝库获取时运的附魔书。当然，最有效获取时运的附魔书的方法肯定是和这个村民交易啦。那么和村民交易的话，你需要找到图书管理员的村民，不然就是在这个村庄里放置讲台，等这个失业的村民来领这个职业。当然，他们获取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他们的交易来看看。如果这个交易不是你想要的附魔书，你就可以破坏掉这个讲台，然后再一次的放置，一直这样重复呢，直到刷出你想要的附魔书啦。当刷出来你想要的附魔书的时候，你可以先和这个村民交易一次，来锁定他的交易选项，那样你就不用担心交易选项被刷新咯。接着再来看不同的时运工具会增加哪些物品的方块掉落物。首先是时运镐，时运镐是每个生存玩家都会附上的，你应该也不会例外吧？那样时运镐你一定知道，它可以增加矿物掉落物的数量。然而除了对矿物有效之外，还有包括的就是萤石、西瓜、地狱疙瘩、岩浆果虫、角毛版的海金灯、大只之星的树脂团、甜菜种子、小麦种子、胡萝卜和马铃薯的掉落数量。这里除了提升掉落数量，我还有一点要和你说的就是这个时运镐呢还可以对这个方块掉落的几率提升。比如说时运镐会提升沙粒中掉落碎石，树叶中掉落树苗和木棍，橡树树叶中掉落苹果，以及垂泪藤和残垣藤掉落自身的几率。那么你可能觉得没什么用，对吧？可是这里呢，我还要和你说的就是，你的时运3的工具在破坏掉沙粒的时候，可以100%的获得到这个碎石。那么如果你真的很缺乏这个碎石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快速获得到它们。同样的时运3的工具在破坏掉垂泪藤和残垣藤的时候，也是可以100%的几率呢获得到它们。那么接着呢，再来看看当锄头、斧头敲附上这个时运3的时候，都会增加哪些物品的掉落数量。那么以上这几个工具和之前的时运镐相比的话，它们就只是不能对这个矿物带来有效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们只会对这个萤石、西瓜、地狱疙瘩、甜浆果虫、角毛版的海金灯、大只之星的树脂团、甜菜种子、小麦种子、胡萝卜和马铃薯的掉落提升。同时像是提高沙粒中掉落碎石以及树叶中掉落这个树苗、苹果，都是可以有效的提高它们掉落的几率。